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大卫的报告。那我在之前就有分享过大卫野战的表现怎么样，但是今天我终于看到了大卫驻防的表现是真的有一点夸张，有一点离谱。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集结是打了长达20分钟的时间，并且我们是开2个集结，但是都没有把这个驻防打下来。当然，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图的关系啦。这个地图是11示意，驻防那一方呢，他们可以放100个预设部队在他们的旗帜里面，就比方说像我这根旗帜，我增援进去之后可以放待命部队下去，所以他们补兵方面呢会比起我们这边集结还要稳定一点。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又有下又有上又有下又有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报告到底是有多么夸张。首先就是我们先看第一份报告，这个笔筒的集结呢是主要的集结。当我们开了这个主要集结去攻打这个驻防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战损比是有稍微赚那么一点点，但是也只是一点点而已。各位要记得，我们是开了2个集结，这个是第一个集结的报告。一般来讲，第一个集结的报告呢都不会太好啦，因为这个 KVK 呢是2489跟2377之间的对决，所以双方的装备军器都不会太差的。像笔筒的话，你们应该也知道，他之前在960就是我们的常驻防的玩家，他都已经是把自己的装备军器都做到很好了。至于对方我就不太认识啦，不过相信他的装备军器也是很不错的，装备方面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军器方面的话，集结那一方他们是使用了拱形阵，这里可以看到15%的普通攻击伤害增幅。至于驻防那一边呢，他们是使用了连击伤害，这里有提升15%的连击伤害增幅，所以双方的装备军器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方他们是使用阿提拉搭配大卫士式的驻防，那我刚刚有讲了，他们这边的旗帜可以放预设的部队军器，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边几乎都是用骑兵来的，而且刚好这根旗帜旁边呢就有俄罗斯父子啦，所以他一直不断的拼命放部队进去。当然他也是有失误的时候啦，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呢，他们都是使用骑兵来做驻防的，而且也是使用了蛮多的 T5， 因为那个预设的部队呢只能放 T5 进去嘛，再加上俄罗斯父子他的城市里面是没有 T4 的所以换算下来其实我们也不算亏啦，毕竟我们也是用蛮多大号去换他们这边的账号的，因为我们这个集结开出去有比较多的部队全部都是自己的主账号去补集结的，所以换算下来其实都是算 T5 T4 T5 T4 这样子对打，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方他们是俄罗斯父子，你们也知道他们有30亿的战力，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这边的损失都不算什么东西。那这边看下来其实有围殴我们自己的集结的部队呢其实很少而已，有时候甚至是 AOE 打到的，但是这边 AOE 打到或者是围殴部队打到的击杀有赚到的部分呢其实很少而已，几乎是没有什么赚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份的集结报告，接下来这个是第2份的集结报告。那也是显然的看到我们这边兵不是补得很好，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把那个血线拉得高一点的话，可能报告会更加好，因为这个是第2个集结啊，然后我们又只有一个王国而已，所以补不起来也算正常。中间也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队伍去围殴他，你们可以看到当他一抵达的时候，这个玩家就出来打我们这个集结了。除了这个玩家之外还有这个玩家，然后俄罗斯父子有时候出来也是打我们的集结。那这边总体打下来呢，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打驻防呢其实是有赚，但是赚的并不是很多。照理来说这个是第2个集结，就算是中途有人就是去围殴我们那个集结，但是我们都有一直把那个血线尽量的拉上去，照理来说应该会赚更多才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阿提拉大卫的驻防是真的很夸张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一般我们看到第2个集结呢至少都是会赚2倍到4倍左右，这边才赚那么一点点而已这个是让我觉得蛮惊讶的部分啦。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那个兵线补得很好的原因啦。至于我们这些打到其他的部队，就是讲不包括驻防这里的话，其实也就只有一些而已，并不是很多，算下来就大概2000万左右吧。当你们看到这边的报告的时候觉得说其实2890
九表现的还可以啊，虽然这边集结赚的不是很多啦，不过至少我们看到了集结跟住房报告嘛。但我要跟你们讲，住房那一边的报告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住房的报告啦，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密密麻麻的部队，因为这个地图的机制，他们可以优先放一些部队进去里面，还不至于让他们那个兵力瞬间下降得很夸张，像我们第二个集结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的那个兵线呢，都是保持在至少150万以上吧，只有这边会下降的比较低一点而已，但都是一直保持很高的。而且最终我们是没有成功的把他们这个旗帜给打下来。但这边有个问题啊，从头到尾都有玩家一直去围殴这个旗帜，所以导致到这边其实我们亏损挺多的，因为你那个兵线没有往下掉，那个白字不是很低的情况下，你去打这些住房的话，其实是很亏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报告反而是住房那边赚了，这就很奇怪了，不是我们刚刚看到2个集结的报告都是赚的吗？为什么这边反而是住房赚了呢？所以我才跟你们讲，有时候我们看报告呢，不能只是看一方的报告，你要看集结跟住房的报告。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边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首先就是一开始我给你们看过的第一个集结打到它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报告是有赚的，然后第二个集结打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赚的，但是这2个集结的报告都赚不多啊。刚刚也是忘记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集结的争议，这里我们是使用了连击伤害15%的增幅，所以就是说它也是有4个专属铭文的，装备方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2份报告如果加起来的话，应该是住房这边没有赚才对。那我们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围殴的部队，因为对方他们是使用阿提拉大卫，再加上我刚刚所讲的他们那个血线一直没有往下掉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去围殴他们的住房是很差的。再加上现在我们才打关卡4而已啊，其实很多争议都还没有提升上来，尤其是水晶科技最后一个围殴旗帜的争议，我们都还没有提升上来，他们就跑去围殴旗帜。当然我也知道他们心机啊，想要把这个旗帜给打下来，但是因为这个旗帜旁边有一个俄罗斯父子的账号，再加上他们可以放100个预设的 T5 部队进去，所以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他们去围殴这个旗帜啊。当然我们在语音的时候也是有跟他们讲了，不要去围殴这个旗帜，但他们还是去围殴啊，这个就没有办法，有时候控制不来。不过多数情况下这边围殴的部队呢，其实都是 RVX 的账号啦，像这个是 RVX 的账号，然后这个也是 RVX 的账号，这个 RVX 的账号，像有一些就是一些大佬的账号 RVX 账号又出现了RVX 账号又出现了，这为什么我这个碰到，这个不小心碰到的吧，然后 RVX 的账号又出现了，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子啦。所以这边他们赚回来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围殴的部分啦。而且我们如果真的要围殴旗帜那些的话，留在皇庭使用会比较好一点。关卡4、关卡7的时候还是用比较多的小号去补兵吧，如果可以的话。OK， 那么今天要分享的报告大致上是这么多，不过这个大卫的住房确实是让我感到蛮惊讶的啦，表现确实是不错。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些观众讲大卫住房其实还可以，那现在我是真的见识到了因为我们这边2个集结再加上围殴嘛，没有想到还是没有办法把那个旗帜给打下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机制问题啦。那么各位看了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如果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